中国砸出1.8万亿，盖了全球最多的 5G 基站，但到头来连一场规模化的应用革命都没引爆，戏好全满，收益全空，万亿打水漂。在这个看似科技狂飙的年代，大量资金流入了通信网络建设，三大运营商几乎倾尽所有资源，10几亿用户对未来的通信方式充满幻想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冷冷清清的现实。全国建起了443.9万个 5G 基站，每天烧掉超过1亿元电费，即使在农村也达到了95%的覆盖率。覆盖是覆盖了，但实际使用情况却令人大跌眼镜。多数人不愿意为所谓的更快速度买单，依旧停留在 4G 网络中安之若素。据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的 5G 基站总量占全球超过60%，是美国的3倍以上。看似气势如虹，实则暗藏危机。2019年商用牌照发放至今，官方大手笔投入，最终换来的不仅是冷场，更是疑问连连。为什么巨额投资之后，效果仍然如此有限？问题似乎早已埋下。运营商累计投入超过 1.8 万亿元，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体系。从城市到乡村，从港口到电厂，从矿井到农田，各种场景中都能看到 5G 天线树立的身影。然而2025年，这一发展方向突然出现明显转向。4月初，一批新技术试验卫星从酒泉发射升空，标志着重心正悄然向卫星互联网倾斜。为什么在巨资砸入 5G 后，又急转直下，转向卫星通信？这一变化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质疑。有业内人士在6月的公开科普演讲中明确表示，地面互联网存在种种天然限制， 5G 建设成本高昂，受地理条件限制严重，功耗惊人，每日电费支出高达1元规模，信号覆盖能力有限，对低空经济支持力度不够，应急场景中的稳定性更难以保障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最大的感受并不是网更快了，而是资费更贵了。一位通信行业从业者坦言，尽管 5G 带宽更大，下载速度也确实更快，但高昂的建设成本转嫁到了资费上，而大多数人只是刷视频、刷社交媒体，对于这些日常操作， 4G 网络完全绰绰有余。与其多掏几十元使用感知不明显的 5G， 不如安安心心用着熟悉稳定的 4G。 一个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技术，正遭遇现实冷水的浇灌。不少人开始反问，所谓的 5G 是否只是一场被人为制造的幻想？是否只是为了完成某些宏观目标而推出来的技术秀场？台湾学者指出，中国之所以大规模推进 5G， 是因为政策层面对全球科技领先的渴望，以及政商之间的推动力，但结果却是后劲不足，难以持续。5G 基站的覆盖范围实际很小，一座基站只能覆盖几公里，而相比之下，低轨卫星则可以覆盖数百公里区域，性价比高得多。他还提到一个关键点，先进芯片的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网络发展的命门。曾经使用台积电代工的麒麟芯片如今断供，本土7纳米芯片虽已试产，但性能不稳，导致基站运行指标整体下降。通信设备依赖芯片，这不是可以被政治口号解决的问题，而是技术实力必须硬碰硬的领域。即便是试图超车发展的卫星互联网，也绕不开芯片难题。无论是地面基站还是上天卫星，最终都得靠芯片驱动。而目前掌握核心技术的依旧是民主国家阵营，这让所谓的自主可控变得非常尴尬。华为曾是全球 5G 设备巨头之一，也是专利大户，但受到限制后，只能在2023年推出 4G 手机，这种技术上的退步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打脸。台湾分析人士直言，当前大力发展低轨卫星，
等于是对此前 5G 战略的一次否定。通信需求并未随 5G 而彻底爆发，很多人宁愿等待星链普及，也不愿升级 5G 套餐。在可选择低轨卫星手机的情况下， 5G 对个人用户的吸引力迅速下滑。曾有国际分析报道提及，某知名企业在2022年时就被要求不得向中国市场提供星链服务，这凸显了政府对信息主权的高度警惕。然而，面对现实，即便建设本国星链系统，也面临高昂的成本和技术壁垒。据预测，中国若想追赶星链的发展速度，成本将是后者的4到5倍。尽管申报数量高达6万颗低轨卫星，实际发射却远远落后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国际卫星轨道资源有限，谁先上谁先得。马斯克的星链已抢占了最优黄金轨道，中国即使后来发射，也只能在边缘区域寻找机会。这场太空竞赛看上去已处于劣势开局。专家指出，没有芯片，哪怕把火箭造得再好，卫星打上天也只是空壳。民主阵营掌控的高端芯片技术在持续进步，差距正在拉大。每一次迭代都会进一步削弱追赶者的机会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不少声音开始质疑，当初如果没有那么激进的推进 5G， 是否就不会造成今天资源错配的困局？目前，中国卫星系统的通信成本是星链的数倍，射频处理器和主控芯片基本无法国产替代。在建设技术、制造工艺和供应链自主化等多个维度上，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。曾有媒体披露，即使未来星网系统能够大规模部署，其覆盖范围和信号质量也难与星链媲美。尤其是国际电信组织明确规定，轨道优先权取决于实际占用，而非纸面申报。这就意味着慢一步，可能就永远错失先机。更现实的是，国内技术储备还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部署。能造火箭不等于能造芯片，发得上去不代表用得下来。当前的 5G 转向卫星战略，其背后依然有太多悬而未解的问题。即使政策口径已开始强调卫星经济的新蓝图，普通民众对此并无太多感知。过去对 5G 的高期望已经慢慢冷却，现在再被告知要迎接低轨卫星通信时代，人们更多的是疑惑，这是另一次巨额投资，还是另一次重复的试验？而这场围绕通信技术的竞赛，最终将由谁承担成本，又会留下怎样的遗产？ 5G 的建设其实更像是一个没有归宿的竞赛，建设密度压倒一切，技术路线未完全成熟，用户体验根本跟不上基建的规模。这本该是一场由需求驱动的进步，最后却成了面子工程、指标冲刺和产业链的盲目跟风。2025年的今天，运营商内部的统计数据揭示出令人警醒的现实：每新增一个 5G 基站，带来的用户增长不足 0.12 人。不仅没有用户愿意买单，连运营商自己也开始叫苦，停止新建、关闭低效站点已成为内部共识。而那些曾经高喊 5G 改变社会的宣传口号，如今几乎销声匿迹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方向错误的技术规划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债务。资金被锁在了没有回报的项目里，技术团队在没有结果的项目里疲于奔命，数以10万计的工程师、开发商、设备商都被推向了一个注定失败的方向。意识到 5G 难以为继后，方向被迅速扭转到卫星互联网。但问题是，卫星互联网的补位能力同样受限，而且还面临更高的门槛。芯片短缺并没有因为转向太空而有所缓解，反而更加严重。地面通信至少还能复用部分既有芯片技术，卫星通信则几乎全线依赖高端芯片。从星载计算平台到数据传输系统，从接收终端
到火箭控制系统，芯片无处不在。每一颗上天的卫星，如果没有可靠的国产芯片做支撑，就如同在太空中飘荡的哑巴。当前的情况是，能造火箭却造不出卫星的大脑，能拉光缆却造不出信号处理芯片。工程系统完整了，核心能力却空缺。看似发射了一颗颗卫星，背后却是成百上千台无法自主运行的壳体。国家卫星工程中的国产率，更多只是统计意义上的伪概念。一位航天研究所的内部工程师坦言，目前大量用于卫星地面测试与测控的设备，依旧依赖国外进口。他苦笑着说，就算卫星飞得出去，也还得靠别人教它怎么飞。如果说 5G 的失败是资金与需求错配，那卫星互联网的问题就是技术与能力的错配。大量的资金再次被引导进了这条不确定的航道，政策推动、指标驱动、资本加码，仿佛又要重演一次 5G 盛宴。但这一次，人们更清楚地知道，所谓的新赛道，可能不过是换了一张面孔的旧幻觉。通信业内部其实早有预警。从2023年开始，关于低轨卫星的投资讨论中，最常被提到的词就是虚火。许多企业被政策鼓动进入赛道后，才发现自己既拿不到核心芯片，又无法申请足够频率资源，最后只有一个结果：撤退。而这个撤退不只是资金的撤退，更是人才的流失、产业信心的崩塌。曾被誉为下一个互联网奇迹的卫星互联网，如今正变成一个高烧退去的行业泡影。高举高打之后，是沉默的下滑、急促的转向，以及越来越多人的沉默。这个时代最讽刺的是，大部分人并没有主动参与 5G 或卫星的决策，却不得不为它的失败买单。每个月账单上的 5G 附加费是一次无声的科技税，新建卫星园区用地征收是一次沉默的民生转移。每一次全民科技教育宣传的背后，都是普通人钱包的透支。通信行业的叙事早已偏离服务本质，变成了权力、资源、资本的战场。每一次技术口号的高举，背后都是一次对公众信任的透支。而被卷进来的普通人，只能默默承受被升级、被收费、被弃用的命运。